师祖说过，只要你们好生维护好仙魔两界的和平，尊崇新的魔主，就会给你们享之不尽的灵力。可是你们这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不仅在暗中挑起仙魔两界的争端，还想杀了新的魔主。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他有什么过人的能耐？他凭什么当我们的魔主？屠戮老幼病残，这便是你们的过人之处吗？那些弱者本来就死有余辜。我等以魔主马首是瞻。滚！是。师祖，您怎么了？擂鼓不是已经治好您的伤了吗？重伤刚愈，需要休养罢了，所以我才闭关。不要将此事告诉庭燕。是。司马交，你赶紧把你脑子里想的那玩意儿掐灭！你要去死，可不要拉上我！你如今跟他学得越来越像了，竟敢偷听！师祖，连火这话什么意思？何时轮到你来质问我？哪怕今日念九以下犯上，也要向师祖问个清楚。你们真的以为雷火能彻底将他治好吗？只是暂缓灵火对他生命的消耗罢了。师祖，那你如何还能好起来？什么好不好的？好不了。他若不是自己找死，至少还能活个70-80年。如今他是1年都不想活了。你胡说八道！师祖和庭燕的日子过得逍遥着呢，怎么会不想活？师祖还要为庭燕净化魔丹呢。净化魔丹。你这个城主没白当。师祖，你告诉念九，庭院的魔丹一定要用师祖的命来换。我还没死呢，还没轮到你哭丧的时候。师祖，那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法子？若是师祖真的走了的话，庭燕怎么办？
庭燕，你做什么啊？吓我一跳。你还知道害怕呀？我问你，你最近神出鬼没的，干什么去了？申安和说你最近政务也不怎么打理，连红罗你都扔下不管了。我没有扔下红罗。红罗现在决定扔下你了，他怀疑你黑蛇出墙，派我带他跟你划清界限。红罗他误会我了，我这就跟他说清楚。啊，不如你先跟我说清楚。说什么？这我不好说。你非逼我动手是吧？我要是查到你身上有别的姑娘的气息，你完了。你身上怎么有司马娇的气息？什么？你一直都知道司马娇在哪儿？你竟然瞒了我们这么久啊！是9年前，师祖决定要闭关炼化灵火时，他曾经就告知过我，如若是庭燕愿意为他留下神魂，我可在何处找到他？师祖自是有他想做的事情，但未曾对我透露半分。可是我们没能及时让他吃下还魂丹，所以他现在应该是记忆全无才对，他又怎能按照先前的计划行事呢？或许师祖自然有他的法子。哎，想要知道一切，我们通过灵修，让师祖恢复往日记忆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师祖现在尚未习惯成人。庭燕，师祖现在的神魂没有办法承载过去的回忆。我曾经和他提议过，我跟他说，你可以把想做的事情一一告知于我，我会在找到他之后再告知于他。可师祖却说，即便他无过往记忆，他也不会轻易相信他人之言。我若是前往告知，反而会让他有所忌惮。他倒是知道自己的性子。庭燕，你别生气了，师祖是真的不想让你担心。我能不担心吗？横竖都要担心，你还不如告诉我他在哪里。你说，他现在在何处？他现在在人间。19年前，师祖降生为护国皇子，可师祖年幼登基，不能亲政，有不少人想要危害他的性命，以谋取皇位。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！给我闭嘴！皇上面前，岂容你这么毛手毛脚的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！所以我才要经常去人间护师祖的周全。这人还真是的，到哪儿都是祖宗。他既然去了人间做皇帝，难道说他要完成的事，需要靠当上皇帝才能实现？我也不知道，只不过前段时间师祖在溧阳郡微服私访，但遇上了山匪行刺，我才前往相护的。红罗，我就是因为这件事，所以才耽误了和你的见面。你早点说清楚不就好了吗？师祖不让我说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坐拥江山的。庭燕，你不可以就这样去人间。护国那边几乎没有任何灵力，那儿连基本的修仙门派都没有，都是凡人。我们修仙者在那儿都是传说般的存在，老百姓听都没有听过。说重点。此去人间，修为越高，限制就越高。庭燕，你现在是这天地间术法最高强的人，所以你受到的限制也是最高的。在那儿，你只能使用最基本的术法，否则你会痛苦万分，甚至还会遭到反噬啊！无妨，
做凡人我熟。还有一事，油盐可能利用彼岸的身躯重返这世间了。什么？凤山之血可以滋养油盐的神魂，况且彼岸消失了这么久都杳无音讯，恐怕……庭燕，师祖是真的很担心你，所以才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况且，现在油盐是藏身于仙魔两地，还是藏身于人世间，都还不知道呢。所以你此次出行一定要万分小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陪还有你去。你们不能让他们发现你们的身份，知道了。否则人间大乱，就更麻烦了。司马交，今日在古雨雾休养的可好？少废话！红罗，红罗，红罗，红罗！师祖，庭燕体内的寒气可以借防御灼伤的护心骨反噬您的修为，限制您的功法。师祖，念酒。红罗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庭燕呢？他不是和你们在一块儿吗？不好，糟了！庭燕摘了防御镯。念九，你先带红罗离开这里。红罗，我先带你离开这儿，再回来帮师祖。好。我是身旁的那一位，可是长治大将军。那是长治大将军的遗孤长风起。明离，你身为国师，胆敢欺君叛主？宣魔主在此，明离算不得叛主。你们是要以我血祭复活这老东西？放肆！魔域众臣，恭迎先祖魔主归来！恭迎先祖魔主归来！笑话！你们以为你们说是就是了？我尤家后人竟就是这副狂妄又无能的模样吗？老东西，我还是魔域之主，胆敢对我如此不尊！不甘心把你的魔体让渡给我吗？可是，作为尤家的子孙，这是你的宿命。你的魔灵在这具身体里已经存在够久了，久到没有必要。刑天所如何了？回主上，说。领时还在加紧炼化，很快便能已知，一举击杀司马交。刑天所万不可有失。是，属下这就去督查。
曾经对主上百依百顺的韩愈刺客，竟因司马交变得桀骜不驯。幸好有师长们相助，才方便我们得手。先前便邀师长们先行歇息便可，师长们却执意守在这归元旧旁。国师，这行检所成功与否，关乎复仇大计呀，万万不可有半点差池。师长们究竟是为了复仇大计，还是对这个假女儿于心不忍啊？国师多虑了，师某善习水之功，可在此处激发归元旧之寒气，协助领时炼化呀。那就有劳师长们费心了。国师，那司马昭杀来了。他倒是急着来送死。师长们，我先去应付一下那司马交，这里便交给你了。好。复仇大计在眼前，莫怪我狠心了。司马交，仙魔主血祭归位，乃我魔族大势所趋，不是你一人能阻止得了的。油盐的真身已被我司马氏一族的灵火炸得粉碎，还在这里做复生大梦。把廖廷燕还回来，我可以让你死得体面一点。你来迟了一步，想必他此刻已经被炼成了一块灵石。等会儿我就用他杀了你。马上便要大功告成了。休想！廷燕，师长们，那行灵锁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久违了，师祖。我让你活太久了，多亏了我养了一个好女儿啊！按照现在你们的关系，你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爹呀？炼石尚未炼化成功，你就拿着这么个见不得人的东西出来送死？师祖，你交给我了。
已经有60%的寒气依附在刑天锁上，凭此，我必能重创你。你真的以为靠这些伎俩就能杀得了我吗？你真的以为我没这点自知之明，还能够活过了1000年吗？哼！司马江，我知道你在这里拖着我，是为了给廖廷琰逃出升天的时间。但是，即便他能够逃出归元秀，他能够逃出他自己的命运吗？他的命运，在遇见我的那一刻起，便不再由你们做主，不由我们做主。难道就该由你来做主吗？他的命运由他自己做主。宁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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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宁九，司马江，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吗？只要亲近你的人，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你的出生，你们凤山一族的存在，都是笑话。你们只配被关起来，做血种，做傀儡。你们根本就不配坐享仙魔天下。极致的寒气唤起了他身体寒雨的本能，他的身体背叛了他的意念。司马江，你猜他的本性能不能够战胜他对你的情谊呢？
安究竟去了何处？司马娇，还真是命大。是凤山血脉的踪迹，找到了。彼岸，终于找到你了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们找了你很久。你不是彼岸。你倒是忠心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想着报喜。白竹死了。是，彼岸消失后，我和白竹就循着线索分头寻找彼岸，但就在刚刚，白竹的命灯灭了，魂魄全散。都怪我，我没有和白竹同行。最近仙魔两界的纷争才刚刚平息，眼下各处都很混乱，还有不少想要夺取仙府子民内丹的魔修。彼岸没了防护法罩，他的血气很快就会被油烟的残魂寻到。从他无缘无故的失踪和白竹之死来看，恐怕油烟已经找到了彼岸，想借彼岸之躯复生。这么说来，白竹之死就是油盐造成的。我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挖出来，给白竹和彼岸报仇。还有那些魔域的叛贼们，他们一定是想着油盐可以卷土重来，所以才不肯服庭宴。这个臭魔虫，只剩下一缕孤魂了，竟然还能掀起风波。明离，明离是油烟的心腹，想找到油烟，可从明离下手。至于旁的那些生事的杂草，除去他们，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。你去仙府，找一些有谋略和将才的仙士，最好是了解魔域本土之人，让庭院挑一些他喜欢的，留在魔域为他办事。如今仙魔两界暂时安稳，也能让那些常年流落在外的仙府子民回家了。念九领命。主上，听说那韩愈和司马交相勾结，竟然想让仙魔两界合为一体。那些魔修恐怕碍于司马交的威逼，只能暂时听命于他。这凤山之人的身体虽能修复我的元神，但我身负重伤，短期之内无法完全夺取他的身体为我所用。我需闭关休养，待我元神修复那日，便可重返世间。可如今油赤已死，您也无法以真身临世，待到这副身躯用尽之时，便又会化作神魂之态了。你不必如此志短。我千百年来不断降世，从不是为了苟活，是为了打开九幽炼狱，让被封印的魔域大军重返世间。届时，我们魔域将会迎来全新的盛世。主上圣明，那廖廷彦也并非主上尤氏族人，这个魔主，他也定做不了多久的。我给你一道魔气，它能在人的欲念里扎根。在我闭关期间，可利用这道魔气助你成事。好好守着魔域，等我回来。是，主上。
如何？你是来帮廖廷彦抓人的？我父亲曾经告诉我，魔主内丹只能由尤氏血脉传承。阿燕是外星人，她亦可融合内丹。我为何要告诉你？国师可以选择不告诉我，但这样一来，我会带你去见司马交，让他来问你。国师和仙魔主与我常家有恩，风起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但我也绝对不会让阿燕有事。告诉你也无妨。你说的没错，没有外力相助，廖廷彦根本不可能融合魔丹。你若是想启动常家秘法助他融丹，需要散尽修为。只是他已然被司马交收买，便是魔域背叛之人。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费心救他，不然只是成全了司马交罢了。500年了，一切都要结束了。司马交，这山中有结界压制，8大宫将你封印在此，代替你成为了这仙府之主。你身处绝境，又如何能改变这命运？那些为善之徒将我囚于这无光之域，妄图让我屈服，但我已将灵火分身炼成，新月也将至，这座山再也困不住我。而今破局逆命，唯缺最后一子。这里是天堂还是地狱啊？廖师妹，师傅唤你去竹取幽谱找他。廖师妹，师傅，竹取幽谱。师妹不要太担忧，你刚来青谷天，不知那三圣山是师祖修炼禁地，才会擅自闯入的。师傅是不会因此怪罪于你的。快跟我走吧。青谷天、青谷山，这俩怎么这么像？三山科技的魏总你知道吧？他看了你青谷山的案子，觉得不错。你今天晚上连夜赶去青谷山，明天一早亲自去拜访他。廖师妹，算了，说多错多，先演着吧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仙世界？师傅，廖师妹带到了。好，长青徒儿，你先去忙就是。是，徒儿先行告退。那我……庭院徒儿，为何还不进来？让为师探查下你灵府情况。看来
我这个身体姓廖名廷彦。三圣山外的结界，果真是伤了你的灵符。灵府，那个是啥呀？灵府是一个人最隐秘的地方，神识、神思、神魂都在其中。说的什么啊？怎么都听不懂啊？若是伤了灵府，便会像你这样意识混沌，胡言乱语。既然你已忘却前尘，那为师便来告诉你，这里是青谷天庚辰仙府下四时之宫的一个小门派。你已拜入我青谷天门下3月有余。这次叫你过来，是为师马上要带你出发，参加选拔。不是吧？这神仙世界怎么也还要卷啊？这你都忘了？庚辰仙府里辈分最高的那位师祖慈藏道君，马上就要结束500年的闭关了，所以师掌门和8大公主想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弟子进山，照顾师祖的日常起居，跟随师祖潜心修炼。你不必担心，我们青谷天不过是凑数罢了。那我就是个分母嘛。行，只要活着，什么都好说。慢点儿，师傅！徒儿莫要害怕，在你脚下，便是绵延8888里的庚辰仙府。开山至今已有几十万年，最初建立庚辰仙府的始祖，乃至后来每一代的掌权者，皆姓司马。如今，庚辰仙府的最后一位司马，便是这位即将出关的慈藏道君。哦，看来这位师祖在你们这里是那种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啊。师祖，自然是最德高望重的。整个庚辰仙府，就是因为师祖才得以拥有充沛的灵气。至于师掌门，他是内府的掌权者，师世历代负责侍奉、守护司马一族。而内府又分为8大宫，8大宫下面则有着我们这些小门派。咦，师傅，既然师祖已经出关了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，还要选人进去啊？这个嘛，为师也不是很清楚。兴许是师祖喜爱清静，不愿出山吧。这里便是凤栖阁了，是8大宫公主和师掌门共商要事的地方。这不就是海选吗？不知道师祖喜欢什么样的弟子？师祖当然喜欢资质好、修为高的弟子啊。他们都展示什么才艺啊？莫要在意输赢，平常心应对就好。我心态好着呢，放心哈。为时不早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等等，我都习惯了，踩点进的。干什么呀，冒冒失失的？哪个宫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这位是哪一脉的师妹呀？你好，我是四时之宫青谷天一脉的东阳真人门下的弟子。原来不是师妹，是师侄呀。哦，那见过师姑。您看着比我大好几百岁，您叫我声孙女我都能答应。你少奉承我，像你这种修为低等之人，居然同我们一同参加选拔。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？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啊？
就是没什么本事，就凭这脸生得好看。谢谢，你说话真好听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谁夸你？恭迎各位公主、师长们。今日，各位公主们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，照顾师祖起居，伴其修行。选拔正式开始，众弟子只需静心盘坐，打开天灵，静候佳音。是。怎么打开天灵啊？在这里干坐着就行吗？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道位了？搞错了吧？我没有中选，这个3灵根的废物怎么选上了？我这个废物也想问呢。娘，师傅。庭燕徒儿，听闻你竟中选了，为师甚是欣慰，与有荣焉呐！我清谷天自开创以来，不是说好了我只是走个过场的吗？怎么就被选中了？你能不能跟上面反馈一下？我不想去，有的是人抢这个 offer。什么佛？总之，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可我们清谷天只是40之宫下面一个小小的门派。能够入选已然是大幸了，哪有推辞的道理啊？再说了，这是师掌门和8大公主共同做下的决定，已经没有更改的余地了。怎么修仙世界也有这种职场压力啊？我只想当个美丽的废物，而且我对这什么都不了解。那万一我把这个师祖惹生气了，他不高兴了，我可担不了责。你也莫要担心，虽然为师也未曾见过那位慈葬道君。但听这道号，想来也是一个宽厚、慈和的长者。你若是无心侍奉祖宗，想来他也不会为难你的。3圣山灵气鼎盛，你此次前去，定能提升修为啊！哎呀，这种升职加薪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，我只想好吃好喝，苟下去就好。恭喜师妹！恭喜师妹！恭喜廖师妹！简直光耀师门！这是师兄给你准备的贺礼。怎么听起来我成了全村人的希望啊？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！不大。好了，散开！你们呀，莫要再给他压力了。庭燕徒儿，你能入选，已为我清谷天增色不少。毕竟，你也不是什么高修为的弟子，又不愿意侍奉师祖。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遣你回来。原来没有什么 KPI 啊？说什么呢？那也行。算了，反正现实是回不去了。暂时远离一下牛马生活，好像也还行。
三圣山了？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三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三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慈藏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情况？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师祖息怒！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魔域的。慈藏道君的刺，不是慈祥的刺吧？500年过去了。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10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旅今日特携弟子100名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霓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。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！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！肚子，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这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，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行。前辈，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跟上。
还跟上，这破工作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的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
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啊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入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都滚出去！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吞口粮的。现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木尼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啊，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教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，谢谢啊！我叫廖庭燕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。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
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啊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廖廷燕，廖廷燕已顺利进山。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她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魂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两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诀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放心，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仅剩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。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他们为了流入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，从出生起便被灭族。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封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各怀鬼胎，恐怕难逃一死。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会让灵火躁动不安？冤枉啊，祖宗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他会是我所需之人吗？